Hello，大家好，我是香蕉。那么前几天发了骷髅战士炸药流的影片之后呢，比较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这一套一次过炸光所有骷髅的打法，到底能不能打幻象异界这个怪物不掉尸体的地方？确实啊，就幻象异界不掉尸体还慢慢出怪的机制，可以说是整个游戏我们唯一的克星。但是呢，就只需要经过一点点的调整，骷髅炸药流这一套打幻象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甚至如果你有一点点强度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挺舒服的。就你看我现在的画面，我就是站在原地，然后按住右键，里边有怪就鼠标移过去而已。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这期影片呢，就是讲解一下炸药流如果要打幻象异界，要做怎么样的调整。有人可能关心，如果我没有力抗黑暗啊、聚光谱啊、信仰棱镜啊这些贵价珠宝，到底能不能配得出来呢？那么这个影片的后半部分，我就会基于前面说的配置啊，再有一个平民版的调整。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正题。由于幻象异界它不掉尸体，我们应对这个唯一克制我们的机制呢，核心的主旨其实很简单，就是从一次炸光变成单发射击，然后靠尸体保存节省炸药，然后再提高我们的单发伤害还有范围。就为了这个目的呢，在装备啊、技能还有天赋上面都需要做一些的微调。首先说一下装备上的调整哦。如果你有一定的强度之后呢，我会推荐直接穿高能量护盾的黄装，让我们的能量护盾就起码有个4-5千的基础，再靠冷酷之焰拉到一个大概1万的能量护盾，保证我们的生存。然后呢，鞋子就换上这个践踏之鞋，让我们可以利用后面的冰墙去打那个溢出伤害。然后杀死怪物造成的范围溢出伤害呢，也变相增加了我们的爆炸范围，让我们可以用一次施爆就杀死更多的怪物，减少我们那个射击频率，达到一个节省炸药的效果。主要就是这两样嘛，其他装备就是跟之前一样了。另外有个补充，就是这个用来切换用的咒符之力长杖啊，我自己是有2把替换用的，一个是闪电技能宝石加7，就平常打王在用，可以增加魔力暴风的技能等级。然后另一把是增加释放速度，就可以更快的完成这个猴戏。其实主要是用来打这个幻象了，可以减少我们猴戏时候的空档时间。当然如果你有一把闪电技能宝石加7还带释放速度的，那就更好了，但是那个就很贵，就没太大必要。然后是讲一下需要调整的技能配置，其他炎域猎犬啊、献祭啊、冷酷之焰啊、灵魂献祭啊、咒符之力，这些跟之前一样不需要做变化。首先我们需要做改动的是施暴，施暴上面的征服效果、标记、召唤物契约这3个不需要动。然后由于我们需要节省弹药，所以我们会把法术回响取下来换成细思极法，增加我们伤害。然后把碎骨取下来换成尸体保存，让我们的施暴有概率不消耗弹药。然后是召唤物死亡时释放，我们整个取下来重新串哦。首先串的是冰墙，我们可以利用冰墙能够被攻击的机制呢，配合践踏之血使用。等级的话就不用太高就好，9到14左右我觉得都 OK。因为冰墙多那么几百的血量，在我们一炸几十上百万的伤害下面，造成的溢出伤害就不会有太差。然后是从施暴那边偷过来的法术回响，可以一次放2个冰墙。然后是从闪现那边偷过来的独创，就可以减少冰墙的 CD。主要就是这2个啦，后面这些灭能波动啊、集中化都是没什么用的，只是给我们冰墙一点尊重，所以才放满。闪现这边原本的珠子都被偷走了，所以现在是空的。然后是魔力暴风这边，从闪现那边把灭能节奏偷了过来，增加这个释放速度。因为在打幻象的时候，怪就不停出啊，如果我们没有空档去切换武器续我们的猴系的话，魔力风暴是我们在主要武器套装下面释放最简单最快的增伤。之后是骷髅战士，因为我们穿的是黄装的衣服，也没有穿格子便鞋，然后又同时开了闪现跟死亡时释放，所以我现在呢就只剩下25只的骷髅战士。但是这25只已经非常的够用，你看到我画面，我基本上就是按着施暴不放，有时候甚至连续6秒触发不消耗尸体的话，还能复活到满员。但是这个影片我只是为了展示我们弹药充足如果你配置还没到很高的话，就骷髅战士不会有那么多。所以我推荐的是用比较点发的按法，就是大概斩2秒出的怪，然后才按一次施暴这样子。最后是这个诅咒，平常打王刷图我们会带那个导电诅咒，然后现在我换成这个时空锁链。辅助珠子的串法呢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增强诅咒、诅咒地面、广阔区域，还有仪式诅咒。
这个时空锁链可以给区域内的敌人缓速，然后减少我们被围死的风险。由于我们切换用的套装2呢有称这个诅咒时间还有范围，就如果是狭窄的地图，就基本上就是全域覆盖了。好，然后是天赋的部分。天赋这边呢，由于我们靠的是手动施暴，所以直接把套装1这边的5点祈愿增伤给扣下来，然后加到尸体保存的这边，就刚好也是5点。这样呢，我们实战呢就有50%的几率就不消耗尸体了，就这样结束，就不用调整太多，就免得来回调整很麻烦。好，调整就这么简单的结束了，让我们来看一看实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幻象总共15关，前面的关卡呢，我们可以直接按着施暴就行。越到后面怪的血量就越高，视乎个人机体的强度可能就需要一点猴戏给自己增伤才能够秒怪了。我自己的话就大概12关之前直接按着，其实也是关系不大的。所以到后面的关卡呢，在开始之前最好先给自己上一套猴戏，就是咒符之力，然后灵魂献祭，然后在地面上铺诅咒，再切回武器，然后再点开关卡。如果你手速够快的话，也可以先点开关卡再吼一轮，但是如果怪已经出了，进入战斗状态了，这时候你才切回来的话，会有机会招不满原本满员的状态，就需要等这个骷髅复活，就会有点危险了。魔力暴风的话呢，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一次过烧光全部魔力所以它的负面效果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就等有需要攻坚的时候再开。或者如果你比较喜欢操作的话，开了魔力暴风放4次左右施暴就会有比较明显的魔力下降，那就每4次施暴然后离开一次魔力暴风，再重新开魔力暴风再放4次这样子。但是在伤害比较充足的时候，我自己还是倾向于比较省手好了。另外呢，由于我们在切换用的套装天赋上面点满了技能持续时间，所以灵魂献祭跟诅咒的持续时间会大概来到了18秒左右，咒符之力呢会有接近30秒，就视乎你珠宝上红玉有多少技能持续时间吧。那么幻象一关大概是30秒左右吧，我们这18秒其实是不够覆盖全程的。问题是如果这关出王的话，王又刚刚好会在20秒左右出来，所以呢在灵魂献祭倒数的时候呢，就需要寻找一个机会，就是相对安全的场面，需要再切武器再放一次诅咒跟灵魂献祭。咒符之力呢，因为时间长达30秒，就不用浪费施法时间了。如果场面上实在没有合适的机会呢，怪都在追着你，那就放个魔力暴风来个简单快捷的增伤，就不用切换武器，或者呢直接用这套主力武器去放一个灵魂献祭。虽然持续时间就只有6秒，但是也足够打王了。目前呢我也有些想法，看看能不能做到一次猴戏就全程覆盖30秒了，但是就还在思考中。好的，这个就是整个幻象特化的配置调整。就我自己感觉下来，其实刷的还蛮舒服的，就完全不用担心刷不刷得了迷雾这个问题。虽然还是要特地做一点调整，就不能像其他所有地图一样，只需要开关一下死亡释放就能一套打天下，但是调整的难度只需要花个30秒，我觉得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另外也考虑到一些可能刚转流派过来的新手，就机体还没有很强的时候呢，如果我没有力抗黑暗，没有惊魂聚光谱，也没有骷髅战士加3的信仰能性，还能不能打？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平民版的配置调整在下面。然后我这个是以最高难度的迷雾来当标准，如果你只是想刷低难度的话，要求会低很多。那么我现在实测了一下，我现在把所有的这些贵价珠宝都拆了下来，换上普通的红玉。红玉呢是我自己在仓库随便找的，数值都不高如果你们有专门配的话，应该要比我这么随便换的要强才对。那么这样换下来，我只剩下425点金魂，确实非常少了。然后因为要穿践踏鞋子，就没穿格子便鞋。我的骷髅战士呢就只剩下了14只，确实很少就有点缺少安全感。那么你可以有几个方向去做调整。第一个呢，当然就是什么都不动，就14只照样冲。有 50% 几率尸体保留的话，14只也不难续航一场战斗，只是你不能像我一样按着右键施暴不动而已，要大概可能攒2-3秒的怪再放一次施暴，然后有时候消耗太快的话，大概一关最多只需要等一次复活。就留意一下左上角那个复活倒数，如果运气好连续2-3次施暴都没有消耗到尸体，然后倒数就只剩下2秒了，那不妨就等一下。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放弃冰墙跟践踏这个配搭。
关掉召唤物死亡时释放，单靠施暴的力量，然后换上格子便携。那么你的骷髅战士可以撑上22指，炸药打完一关是非常充足的。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单靠一只施暴的伤害，到后面的关卡就伤害量可能有点不足，会比较依赖这个猴系的加成。大概到第8或者到10关就要开始放猴系，最后14、15关的话还要加上魔力暴风全套，这样来就比较费手。第3种方法呢，就是强行上这个朝圣者法衣，会拉到18只骷髅战士，不算充裕，但是点发刚刚好的炸药量。但是呢，能量护盾就会拉得比较低，算上冷酷之焰的额外能量护盾，也只有5000多的能量护盾，输出会打得挺快，但是生存就没什么保障了。这3种的调整方法都各有优缺，就看个人喜欢走怎样的风格吧。当然，如果打低难度的话，其实放弃冰墙跟践踏之血的配置会比较推荐，因为不是最高难度的话，对输出的要求并没有很高。但是如果你都已经达到最高难度了，其实光门票钱就足够你买一套金魂聚光谱，再加一个+2的信仰棱镜了。好的，这期影片就先到这边。快要过年了，这几天打扫清洁还要抽时间做影片，真的很难啊。这里就先给大家预祝个新年快乐，恭喜发财。那我们下次见，加呢。